狄姐说我的血能治皇帝的病，要我每日取一碗写给皇帝。我指挥替身侍女黎青，今日剩鸭血吧，昨天送的猪血，别让咱们陛下喝腻了。黎青不情不愿地翻了个白眼，白瞎咱这碗鸭血了，烫火锅正好。我赞同地点头，没口服，还有昨日那猪血，灌血肠沾蒜酱吃多好。我话音刚落，常来蹭饭的太监骑在墙上，哕的胆汁都快出来了。我连扶了2下都没扶起来，拉扯的时候还不小心瞥见了它里面明黄的衣角。我一头雾水，不就是吃个烤乳猪吗？至于这么隆重把黄马褂都穿来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新帝登基，为了平衡朝局，从各家选了些女眷进宫当花瓶。狄姐丽于作为最好看的花瓶，对我能进宫愤愤不平，表示我这种破陶土瓶怎配跟她平起平坐，所以偷摸花了些银子，将我塞到了宫中偏院花和院。我看着破烂糟糟的花和院，一脸悲痛地问黎青：“咱们的东西呢？是时候改变现状了。”黎青一脸兴奋地从包袱中掏出一包包牛皮纸包，这是货菜子，这是芥菜子，这是松菜子，这是杏菜子，这是苋菜子。姑娘，这花和院是种地的天选圣地啊！看这小池塘，看这黑土。我扣了扣额角，一点银两没带啊。不是小姐说的要带着些能保命的东西吗？黎青一脸迷茫地瞧着我，这些不都是咱在后院的保命的宝贝吗？我摸了摸黎青瓦亮的脑门，黎青啊，在尚书府咱俩还能有个锄头，在这咱俩拿手挖吗？在黎青迷茫的眼神中，我将桌上的陶土瓮推倒在地。黎青心领神会地找了2块瓦片绑在了棍子上，还是小姐聪明。别人进宫是争宠求荣，我进宫好像是换个地方种地。丽于为了不给我一点出头的机会，她给青天监色了钱，说我不祥，得禁足花和院。就连御膳房也捧高踩低，送来的饭菜连工人吃的都不如。好在我跟黎青种的第一茬酒蒿长出了嫩芽，再加上用银钗换的米面，煮粥烙饼不在话下。但为了自给自足，我跟黎青日夜埋头苦干。夜黑风高，就在我跟黎青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墙头好像掉下来了什么。我放下手里的瓦片，满脸激动，老天发饭了。黎青一溜小跑凑到了掉下来的黑影前，小姐，是个小太监，不过晕死过去了。我遗憾地叹口气，可惜了。黎青把小太监拖到我身边，小姐，这人怎么不醒呢？我头也没抬，估计是饿的吧，把咱俩晚上剩的饭给他灌点。好嘞。黎青手脚麻利地把剩下的面糊灌进了小太监的嘴里，可刚灌下去没多久，小太监悠悠睁开眼，攥住了我的手，吐了我一身。我嫌弃地推开了小太监，咦，你咋还恩将仇报来？可这一推，摸到了满手的温热，我看着指尖鲜红的血迹，你受伤了？小太监虚弱地点点头，你给朕，我喝了什么？里面有毒。你可以说它坏了，但是不能说它有毒。我看了下满身狼藉中隐隐透出的绿色，是你中毒了，多亏我这碗坏了的面汤催你把毒吐出来了，好吧？小太监低头不知想什么，难怪没躲过那支箭。多谢贵人救命。答应。小太监迷茫着点头，行。我说我还没到贵人呢，只是个答应。小太监，哦。我长吸一口气，一连串问道，你叫什么？怎么受的伤？为何来我这？可有别人看见？奴才叫魏德全，得了赏被同屋的人嫉妒下了狠手，随意翻的墙，无人瞧见。我羡慕地瞧着德全，叹道，你准备如何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德全更迷茫地瞧着我，你想要什么？黎青猛地举手，来点肉吧，最好是猪肉，5花3层的猪肉。无礼！我伸手捂住了黎青的嘴，猪肉吃完了咋办？能给我带几只鸡吗？我满眼星星瞧着魏德全，大公鸡、老母鸡、小鸡仔一样的来点，这样就既能有鸡吃，又能有蛋吃啦。德全不愧是能翻高墙的好手，连拎着一笼子鸡都不在话下。黎青两眼放光地，开始和泥，小姐，咱们吃叫花鸡吧，正好用池塘里的荷叶包上。我从靴筒里拔出匕首，
手脚麻利的杀鸡拔毛。我拎着收拾好的鸡，一转头瞧见了站在原地的魏德全。你不回去当差吗？魏德全看着我手里的鸡，只说不急。他说的是不急，可没说是留下来吃鸡呀。我瞧着魏德全，差点连鸡骨头都嚼碎了，没忍住问道：外面也不给饭吃吗？魏德全慢条斯理地擦了下嘴：你还想要什么？能给我带些兔子吗？魏德全瞪大了眼睛：这可是后宫，您不要命了？要给皇帝戴绿帽子？我不解地看着德全：后宫不让养兔子吗？是因为兔子能生吗？黎青也凑了过来：奴婢也觉得别养兔子，到时候生的哪都是，吃都吃不完。奴才还以为你要兔爷。德全扯起嘴角，拉长音调，也是准备边养边吃。兔爷是什么兔子？黎青好奇地问道。不愧是皇宫，还有别的品种的兔子。能生吗？好吃吗？第二天晚上，德全就拎了一笼兔子来。放下兔子人也没走，我心领神会地抱柴架火烤兔子。好几炷香后，德全擦干净指尖：我吃了你的兔子，你想要什么？我拨了下火堆，扭头问德全：你是后晋升的吧？在哪个宫里当差？德全一口茶直接喷灭了火堆：您如何知道的？你不怎么自称奴才，见我也不行礼。我指了下脖子，而且你有喉结。德全咳了2声，哑声道：奴才是因家中变故才进宫的，眼下在御膳房当差。我惋惜地叹气道：可惜这副面皮了。话音刚落，耳边就传来了黎青悠悠的声音：小姐，你们背着我开小灶是吧？黎青生气的下场就是气鼓鼓地犁了满院的地，顺带除了草，浇了水，喂了鸡。我强压着嘴角烤了2只兔子，递到黎青嘴边。黎青，我保证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奴婢是为了这口兔肉吗？黎青叉着腰啃了口兔子。奴婢是戚小姐为了德全这个小白脸抛弃了奴婢。黎青气还没顺过来，德全又拎着半筐荔枝翻进了院。我看着圆滚滚的荔枝，再次陷入了怀疑，外面连太监都吃这么好了。黎青看着我，目光凿凿盯着荔枝，咬紧了后槽牙。奴婢今晚就翻墙出去，再干一份活给小姐蒸荔枝吃。我拦住了黎青，顺毛捋了半晌。外面太危险，我可舍不得让你去，但是他一外人没事啊，苦都让他吃，咱俩就在院里安安稳稳的多好。德全黑了脸，声音里掺着冰茶：今日不吃饭了。几炷香后，德全跟黎青像是俩门神似的将我夹在中间喝鸡汤。黎青端着碗在德全面前显摆：小姐把鸡腿给我了，你有吗？德全把啃完的鸡腿骨扔在桌上，淡定嗦起了面。只有夹在中间的我泪流满面，这场端水比赛里只有我是输家。这鸡怎么就不能长3条腿啊？黎青跟德全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德全是吃了鸡还了兔，啃了兔还了鸭，咬了鸭还了猪。黎青为表示自己有用，犁了地浇了花，种了菜捡了屎。在我这花和院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狄姐又出了幺蛾子。狄姐非跟太后说我天生身体背棒，只要每日取1碗血给皇帝，没准能让太后早日抱皇孙。太后一纸到我手里后，黎青气得在院里直转圈，小姐的血又不能壮阳，妖小姐的血做甚？陛下不行，让她去吃新阳散啊！我压住暴怒的黎青，进小厨房舀了碗鸭血。我真是好康健的艺人啊，这血多鲜亮！黎青心照不宣的在我腕间绑了圈白布，还贴心的在我脸上铺了点粉。太后也算是神人，隔3差5的差人来取血，却丝毫不怀疑我还活着。皇帝也算有口福，今天鸭血，明天猪血，后天羊血。偶尔赶上我吃素，就把甜菜根碾碎了兑水。德全也没闲下来，只要虚实宵禁一过，就翻墙进院来开小灶。可他来蹭饭就蹭呗，怎么还带人来啊？黎青瞧着拎着人翻墙的德全，戳了下我的腰。小姐，德全带的人好像不太对劲，怎么亲一筷子一块的？我凑过去伸手探了下，忙往后退了2步，咋啥都往我这拿？我是不挑食，但也不吃人啊。德全将人扔在地上，直奔茶壶猛灌了壶水。我记得小主会认毒，能不能帮忙认下他中了什么毒？我上次认毒是因为你吐我身上了。我无语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这整个的，我怎么认？德全去厨房抽出刀，手起刀落的给尸体开了膛，剖出了胃扔进了盆里。这回能辨出来吗？我抽出血桶里的匕首，将外壁划开，血是暗紫色，未有腐蚀，还有点苦杏仁味。你不怕啊？我冷哼一声，佯装淡定。我杀过的猪，没有100也有10头了，就当摸猪肚了。黎青摇了摇头，惋惜了起来。这回好了，城东一块西一块了。我闻言没忍住弯起腰哕了个干净。德全弟给我一方锦帕，多谢。最近有人想让我死，看来今后进嘴的东西都要小心了。你不问问这人是谁吗？我抹了下嘴，借着德全伸过来的手臂缓缓起身。不问，知道的越少活得越久，你有什么仇你自己报，我跟黎青也只能给你点饭吃。德全感动得两眼微湿，今晚吃啥？喝鱼片香菇粥吗？我哕。德全看着身前的污渍，很难不怀疑你不是故意的。德全把尸体扛走之后，花和院连着吃了半个月的素。黎青在把院里的知了都抓起来炸着吃了后，终于受不住了。小姐，你还没缓过来吗？还扭头撺掇啃烤饼的德全，小姐，你瞅瞅德全都饿瘦了。德全头也没抬，一手翻书，一手晃手里的饼。我无所谓，小主做的这饼也比御膳房的好吃。黎青不死心地凑到我眼前，小姐，可是今早那只小猪真的很不尊重奴婢，它对着奴婢咳嗽。我扔下的手中的饼，抽出靴筒里的匕首，既然咳嗽，那就杀了，做烤乳猪吧。德全猛地起身，比我还快，我去烧火。黎青挤开德全，最近这煤炭有点问题，不好点，只你得后半夜才能吃上肉。德全恍然大悟，那应该是煤的毛病。破笑话。黎青打了个冷战，看了我眼，小姐，这么破的笑话你都笑。没过一会儿，满院飘的都是烤肉的香气。黎青边往烤乳猪身上刷土蜜边撒料，小姐，奴婢这回觉得他对奴婢尊重多了。德全把我的好刀工学了个10乘10，一套利落的刀法就把烤猪切盘装好。德全刚把肋排切好推到我面前，墙头传来了一道娇横的女声：喂，我们家小主问你们吃的什么这么像？我家小主要花银子买些。黎青叉起了腰，我家小主不差你家小主的钱。我看着靠在墙根处躲起来的德全，朝黎青摆手，示意给他们送去点肉，抓紧送走，以免生事。可黎青还未来得及张口，衣锦衣女子也爬上了墙头。对不住，本宫这丫鬟语气太冲。你是丽鱼的妹妹丽芝是吧？本宫是林月，散步的时候闻到了熟悉的烤肉味，嘴馋难忍，想问下可否能用银钱换些。黎青尴尬地咳了2声，林贵妃，我们小主说这盘赠与您了。林月朝我道了谢，带着丫鬟从墙头上蹭了下去。我看着紧贴在角落处的德全，不解问道：林贵妃认得你？德全点点头，我给林贵妃宫里送过几回点心，怕被她认出来给小主带来麻烦。我没信，因为从林贵妃来过之后，德全白天再也没来过花和院。倒是林贵妃的婢女白桃偶尔趴在墙头蹭点饭吃，一来二去，黎青跟白桃也熟络了起来。宵禁刚过，德全拎着一食盒点心翻进了花和院。我正欢快地啃鸡腿，只得单手接过食盒，可谁知德全没抽回手，我的手直接附在了德全指节分明的手上。气氛逐渐尴尬的时候，身后响起了黎青的声音：德全来了，地瓜吃不吃？我猛地抽回手，德全说他吃。德全指尖微抖着把点心摆在桌上，你爱吃的桂花糕跟绿豆糕。我嚯！黎青龇牙咧嘴地凑过来，这烤地瓜烫手。黎青将滚烫的地瓜扔进德全怀里，围着德全嗅了嗅，德全，你熏香了。黎青没眼力见地，忽略了德全的黑脸，自顾自道：也是，你们太监都喜欢熏点香。我忙伸手捂住黎青的嘴，孩子小管不住嘴，不过这味道还挺好闻的哈，有品味。德全从怀里掏出一堆荔枝，是荔枝的果香。德全，你把荔枝塞怀里干嘛？德全将剥好皮的烤地瓜递给我，最近宫里不太平，你们虽说禁足也得小心些，明日我带条狗来帮你们护院。黎青如捣蒜，
白桃下午跟奴婢八卦了2个时辰，说是后宫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回了回神，啃了口地瓜，发生了何事？陛下给静妃跟户部侍郎赐婚了。我更迷惘了。黎清，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可连起来是几个意思？你的意思是皇帝的嫔妃嫁人了？黎清一脸神秘道，陛下选了100余个朝臣之女进宫，却没翻过牌子，只骄阳起来，就为了不让朝臣联姻，防止世家拧成一股绳。这回统一由陛下赐婚，还能平衡前朝。现在已经有妃嫔给陛下塞银子，说有心上人了，求个好姻缘。黎清凑到我身边，轻声道，要不要奴婢给陛下送点鸡鸭啥的，给咱们也求个好姻缘。我敲了下黎清的脑门，首先陛下应该不缺鸡鸭，其次这些去求陛下赐婚的应该都嫁不了想嫁的人，因为陛下多疑的防朝臣们结党营私。最后现在往前凑，无非是从一个坑里挪到另一个坑里。黎清梗着脖子表示不服，陛下还封了静妃为郡主，由太后送嫁，风光无限。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这小皇帝有点东西，恩威并施。黎清小鸡啄米，小姐，你说陛下这么聪明，跟咱们隔三差五的弄完血供养着有关系吗？我猛地把手里的烤地瓜扔到德全怀里，伸手捂住了黎清的嘴。黎清，呜呜呜，奴婢觉得，呜呜呜，跟咱们给的血有，呜呜呜。德全面不改色地啃了口我扔给他的地瓜，含糊道，黎清说的什么血？我尴尬地扯起嘴角，黎清说的是陛下这么聪明，跟穿我们送的鞋有关系。你们给陛下送鞋了？我猛猛点头，之前陛下寿辰，我虽说被禁足了，但礼得到呀。德全兀作沉思，没见什么鞋呀，等去内务府瞧瞧。我摆摆手，那多麻烦，等下回陛下寿宴，我在送鞋的时候给你看眼，多省事。眼瞧着半年禁足就要解了，不知为何太后下了懿旨，又要关我半年。我气得杀了1头猪，3只鸭，5只鸡，7条鱼。德全送来的苟得住，瞧着我满手血，乖巧地缩在我的脚边，不敢吭声。小姐，杀累了吧？黎清也轻声轻语地问我，要不要歇会儿啊？我扬起一个冷漠的微笑，歇什么歇？禁足半年又半年，有的是时候歇。我话音刚落，林月带着白桃翻墙进了院，在外面就听见你们猪嚎鸡叫的，干嘛呢？林月看着满院的尸体，腿一软跌坐在地，本宫今日也得死在这吗？好几炷香后，林月左手拿着猪蹄，右手握着鸡腿，眼里瞧着鸭脖，嘴里嘟嘟囔囔，死嘴，快点嚼。我长舒一口气，来说说今日这顿烤肉的优点和长处。白桃咽下嘴里的肉，优点和长处不是一个意思吗？黎清眼疾手快地扯下最后一个鸡腿，小姐这烤乳猪做的香脆可口，油而不腻，这荷叶鸡鲜美多汁，五味俱全。我悠悠开口，这么说的话，我做的烤鸭不好吃？黎清咽了下口水，小姐，要不等奴婢吃完了，您再捶我2拳出气。你也别气了。林月喝了口杨梅酒，这次你嫡姐可没时间使坏，是太后下的懿旨。我嫡姐怎么了？听说是勾引陛下不成，被斥责罚跪了，比你还惨呢。林月无奈地摇头道，你们这些个进宫的，哪个不是为了家族利益要紧帮陛下？你们？对啊，你们。林月坦然地点头，本宫同你们不一样，本宫可是真心喜欢陛下的，所以本宫就向太后建议继续进你的族，万一陛下瞧见你，喜欢上你怎么办？本宫花了重金打听说陛下喜欢好看的，本宫的防患未然。我，贵妃了不起啊，有钱了不起啊。我看着林月放在桌上的一沓伙食费，了不起。林月潇洒表示小意思，本宫瞧你也没有想争宠的心，你想不想出宫嫁人？你喜欢什么样的本宫帮你留一点。眼前晃过张淑熙的脸，我脱口而出，长得好看的。林月赞同点头，本宫也喜欢长得好看的。深宫日子难过，再日日对着张猪头岂不是更难了？不过这花和院没来过别人。林月话音一转，本宫上次影影绰绰瞧见了个熟悉的背影，你看我这院里的鸡鸭狗都眼熟。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请带着猪鸭鸡鱼离开花和院。能再带2个烤土豆吗？林月眉眼弯弯地等着我点了头，忙把黑漆漆的烤土豆塞进袖中。
好励志。你最好啦。我看着林月拉着白桃费尽翻墙的背影，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黎青小心翼翼地探头瞧了我眼，小姐，你有心事？我把玩着手中的酒杯，点了下头。黎青，不如我去求太后让我嫁人吧。黎青给我斟了杯，还跟我碰了下杯。那小姐想嫁给谁？德全。黎青猛地呛出了声，谁？德全。德全。我的意思是德全来了。我举起酒杯，径向圆月，去小厨房把我留的荷叶鸡给他端来吧。黎青气势汹汹地起身，还朝着德全呲了下牙。哼！德全脸上挂了个大大的问号。挑衅你呢？我弯起嘴角，笑出声。黎青最近在练铁头功，准备等你抢让荔枝酒的时候，一头锤凿死你。练吧，等他练成了，我找块磁石扔院里。我气了一声，破笑话。德全眼也没抬，从怀中掏出把匕首递给我，给你。我掂着手中轻巧的匕首，你这是要跟我换匕首？我的匕首可是镶了宝石的，不过换你的玄铁的匕首倒是不亏。可嗨嗨嗨嗨！你！德全一口气不上不下，朝我竖起大拇指，根本难不倒你。我将我的匕首扔给德全后，顺手给他斟了杯荔枝酒，诺，你带来的荔枝酿的。德全浅尝了口酒，还夸了句我的衣裳好看，衬我肤色。内务府不知为何送来了好多布匹，黎青连夜给我赶了2件衣裳。我将匕首塞进靴筒里，起身叉着腿做了个蹲起。礼裙被黎青改成了衬裤，方便锄地干活。我朝着瞠目结舌的德全摆了下手，你吃点东西，我先去刷猪了。今天当他们面杀了头猪，吓尿了好几只。德全起身握住了我的手臂，我去吧，你别把裙子弄脏了。我看着德全匆匆离去的背影，暗戳戳地磨起后槽牙。我猪圈里的猪3天一刷，根本不臭。至于这么早就憋气，把脸都憋红了吗？被禁足的日子依旧不咸不淡的过，可太平静总会起点波澜。黎青骑在墙头摘灯笼树上的红果的时候，朝我猛猛挥手，快，快，快！小姐，你快躲起来！大小姐好像是朝咱们院来了。我翻了个白眼，来就来吧，不就是比剑吗？正好我被关了这么久没地方撒火。我大刀横马坐在凳子上，是时候让他感受我的剑法，让他知道我也不是软柿子。剑法？黎青低头瞧着我，满声骄傲，小姐就是小姐，天天干活还有时间学剑。剑这个事还用学啦？看我操作就完事了。丽瑜倒是胆大，直接命人踢开了花和院被锁的大门，可一开口却是嘹亮的哭嚎，呜呜哇哇哇，这后宫没一个好人。我被丽瑜扑了个满怀，你是不知道，呜呜，狗皇帝，呜呜，他当众罚我跪，呜呜。我尴尬地摊着手，所以你想说什么？今日我生辰。丽瑜哭得直抽抽，我想吃面。暮色昏沉混着烟气，丽瑜嗦了一筷子面。呜呜，爹说要我跟陛下替犯了错长兄求情。咱爹头发没多少，想法还挺多。我切了一声，自己不上进就琢磨靠女人，榨干了你娘的价值，又琢磨我娘的命，拿这套绑架女儿们给他儿子谋路。丽瑜茫然地瞧着我，可爹说丽家好了，我们才能好呀。你弄反了，是我们好了，丽家才会好。我看着丽瑜更迷茫的眼神，叹了口气。你觉得你那自认的还没我全的长兄是快当官的料吗？丽瑜摇了摇头。我咬紧牙关，继续问道：长兄对自己都不负责，你觉得他能好吗？在爹的眼里，只有长兄才是丽家的人，剩下的我们都是长兄的垫脚石。你进宫这么久，父亲可问过你好不好？父亲若是为你着想，怎会把我也送进来？我煎了颗蛋放在丽瑜的碗里。其实你也觉得不对了，来找我不过是想找个人肯定你的想法罢了。丽瑜缓了半晌，红了眼眶。对啊，为何长兄不努力上，进而要让我用尽手段替长兄谋划？我觉得父亲也正是该努力的好年纪。我这就去求陛下把我赐婚给爹的死对头与他割席。我竖起大拇指，阿姐大意。丽瑜看着把大门修好的黎青，风风火火地爬上墙头。临跳的时候，
丽鱼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以前是我对不住你，这些你留着，我还能从父亲手里坑一笔。丽鱼上下扫了我一眼，不过你身体确实也好，隔三差五的放一次血，中气比我还足。陛下3天2天地吃拿血蒸的红枣糕，也没见身体比你好。我谦虚的摆手道，哪是我的血，我院里的鸭血、猪血、鸡血，轮班给陛下送呗。黎青附和着点头，白瞎了能烫火锅的鸭血，灌血肠的猪血，驱邪的鸡血了。丽鱼露出一个忠心的笑，荔枝，其实你比我适合这身功，爹丫错宝了。我瞧着丽鱼潇洒挥手的背影，正感慨时，角落里传来了一阵阵干呕声。我扭头一瞧，德全不知何时骑在墙头，不断的干呕。我手忙脚乱的忙伸手去扶德全，可用力攥住他衣领的时候，瞧见了一抹明黄。我愣了下，疑惑问道：晚上不就吃个烤乳猪吗？怎么还把御赐的黄马褂穿来了？刚要伸手接下德全的黎青缩回了手，掉头就跑。等着，奴婢也去换身衣服，不信比不过这个死德全。黎青日日数数，算宫里还有多少妃嫔没被陛下赐婚，以及我俩何时才能出门。我百无聊赖的撅草，顺嘴问黎青：黎青啊，如果我说我想嫁个太监，你觉得如何？黎青专注数数，只说那小姐嫁的太监一定是全天下最好的太监。片刻后，黎青猛地反应过来，小姐说的莫不是德全吧？我笑笑没说话。德全不行。黎青手都快摇出残影了，小姐要不选别的太监吧？德全真不行，奴婢争宠争不过他啊。自从他给小姐送了香料、家禽、荔枝、糕点、匕首、纸鸢、鲁班锁、竹蜻蜓、九连环、推枣末，奴婢再也没吃过一块完整的猪天梯了。黎青越哭越伤心的时候，林月阴魂不散的又来了，开门见山的问我：陛下来你这了？我摇头，陛下估计连我是哪号人都不知道吧？那怎么把你送的那双破鞋拿出来套上了？林月瞧着我满脸的迷茫，问道：你没骗我？难道说你这风水好？我骗你作甚？我从进宫开始连这门都没出过，上哪见陛下？林月思索片刻，猛拍了下桌子：你开个价吧，你这院子本宫买了，你换个地方住。我摆手，马上秋收了，这院子给我1000金都不换。5000两，成交。黎青激动地握着一大叠银票，压不住的喜色：小姐，咱发达了。黎青还了绢花和院，不过奴婢还是有点舍不得，这院子小姐费了那么多心血，一城有一城的魔力，一处有一处的风景。我拍了拍黎青手里的银票，只要你家小姐还能喘气，就能带你过上好日子。我抽了2张银票贴身藏好，我准备拿着银钱打点面圣，到时候求陛下赐个婚，咱直接出宫过好日子。到时候我买头牛帮你犁地。黎青小心翼翼地打探我的神色，那德全呢？他应该出不了宫吧？我拍了拍黎青的脑袋，放心，以后的猪天梯都是你的。小姐，出宫也不用买牛了，我犁。黎青瞬间打了鸡血，自由的犁地。我来啦！就连德全来蹭饭，黎青都换了张笑脸。德全打了个机灵，他在汤里下毒了，不准备练铁头功，早死我了。我没回德全的话，指房顶。我还从未瞧过这院子长什么样呢，要是能爬上房顶就好了。德全伸出手缩了回去，又伸出了手，奴才带你上去。眼瞧着我点了头，德全才拦腰抱起我脚下，发力狂奔几步，一个接力跃上了房顶。德全背对着漫天的星辰，嘴角缀笑地问我：小主今日有什么好事？我把这院子卖给林贵妃了。德全顿了一下，悻悻问道：那奴才呢？德全收了话尾，转而问道：那小主要去哪？院里的这些东西怎么办？我没回答德全的问题，指着满是乌云的夜空，开口提醒：魏德全，流星，快许愿。德全瞬间低头闭眼，认真的许愿。我瞧着德全犯傻的侧颜，心情大好的问道：许的什么愿？德全满眼认真，说不来就不灵了。我仰头瞧着被风吹着往前走的乌云：德云，你想出宫吗？德云呛咳一声：奴才应该是出不去了。
你家到底犯了什么罪罚你进宫做了太监？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报完仇吗？我啧啧出声，你没发现你这生奴才是越叫越顺口了？你刚来的时候还自称是我呢，你的气节呢？我正了脸色，所以德全，你想从此以后都自称我吗？月色洒在德全微微呆滞的侧脸，我目光渐渐挪到了德全轻颤的薄唇上。许是我的视线过于炙热，德全突然低头朝我凑近，脑中闪过瞬间清明，我猛地抬手捂住了嘴，温热的吻盖在掌心，烫得我尾巴骨发麻。小主这是嫌弃奴才？德全眼尾发红，可小主连奴才啃过的烤地瓜都不嫌弃的呀。不是嫌弃，主要是现在不行。我满脸真诚道，这么说吧，我现在就算住进了冷宫，我也是皇帝的嫔妃。别到时候嘴都没亲上，我俩再被一个埋西边，一个埋东边。眼瞧着第一场雪落了，花和院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我第一次踏进了太后的慈宁宫，给太后请安。太后靠着软枕，懒懒摆手，宫中的妃嫔愈发少了。陛下也不大往后宫来了，你们也不必来这偶遇陛下，扰哀家清静。黎清闻言忙伸手扶我，可连扶2下都没扶起来我。太后饶有兴致地瞧了我2眼，你还有话要对哀家说？臣女想求太后给臣女赐婚。我跪在太后面前，言辞恳切。嫡姐已被陛下指婚嫁给吏部侍郎，若是臣女留在宫中，怕是会引起朝臣猜忌。你倒是聪明，直接求到哀家这。太后嗤笑一声，说说吧，你一小庶女，想要嫁给哪个大臣？臣女想嫁给御膳房的太监魏德全。我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望太后念在臣女献学有功，能放德全出宫，成全我俩。我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朕不许你出宫嫁人。朕不许。门外一阵喧杂，我看着冲进门那张熟悉的脸，第一次怀疑人生。德全。太后大惊失色，皇儿，朕说不许你出宫嫁人，只要你愿意留在宫里。奴才，我不是，朕保证宫里只有你一个。德全一身明晃，急声道，就算你把后宫都种上地，养满猪都可以。太后拍桌怒气，混账！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僵硬地看着黎清，你明白他俩说的是什么吗？黎清大彻大悟地点头道，他说他是皇帝。我刚合上大张的嘴，耳边又传来了林月的哭嚎，荔枝你就是个骗子，你不说你不认识陛下吗？整个慈宁殿乱成了一锅粥，耳边尽是德全的轻哄，太后的怒斥，林月的哭嚎。黎清暗戳戳地扯了下我的衣角，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悄声道，小姐，那太后跟林贵妃知道陛下被淹了，不太行吗？黎清话音刚落，殿内瞬间安静下来，落针有声，太后，我儿不举。林月，陛下不行。德全瞬间红了眼眶，母后这回知道朕为何从不踏足后宫了吧？只有荔枝是能治朕病的药。黎清边摇头边叹气道，这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咬牙低斥，都什么时候了，还琢磨喝粥呢？我脑子在脑壳里跑了10里地，也没能想到下一步该如何行事。太后满眼复杂地瞧着我，不得势的爹，没背景的姨娘，怎么就选了个天崩开局的啊？只有林月猛地拍了下大腿，长痛不如短痛，本宫也要出宫嫁人。德全，哦，不是，陛下试探着握住我的手腕问道，小主还出宫嫁人吗？我满脸无语，你是一点也没听见我跟太后求的什么是吧？陛下知道我求的就是要带她出宫成亲后，连夜让内务府把整个宫里都染成了红的，就连我养的猪鸭鸡都被绑上了大红绸花。林月气冲冲地赶着猪，拽着鸭，拎着鸡往外走。这都是我给过钱的，自然都是我的嫁妆，都带走。剩下的钱也用退我了，算给你添妆了。林月悄咪咪地将我扯到一旁，你也知道的，男人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脾气就会不太好。我觉得你也不是什么能受委屈的人，你以后若是受委屈，你就来将军府找我哦。黎清瞧着林月抱着姬欢快离去的背影，小姐不是说要带着奴婢出宫追逐自由吗？这不还是留在宫里了吗？黎清啊，其实能自由的做选择就是一种自由。我拍拍黎清的肩，去吧，带着羽林军去把西边整片的都翻了，
眼下正是种芥菜的好时候。笑死！在宫里犁地连买牛都不用，拿着皇后的腰牌就能让大把的人犁地，这还管什么陛下行不行？他要是个真太监，岂不是更爽？可陛下不是真太监，我抚着腰，看着拿银钗挑龙凤烛的陛下，没忍住开口，要不咱歇会？卯时就开始折腾，非得把我塞进将军府备驾。从亲迎折腾到拜堂，从拜堂折腾到洞房，臣妾真的是熬不住了。陛下搓热了手，轻按我的腰。朕就是觉得委屈了你，你本来想出宫，可被朕拘在这宫里。这样1、3、5朕陪你住宫外，2、4、6你陪朕住宫里，剩下的一天你愿意住哪住哪。我刚想说1、3、5住宫外，我宫里的新种的地怎么办？陛下已经凑到我旁边，你私下也别叫朕陛下了，叫朕德全也行。德全一脸坏笑地掐住我的腰，来，小主，奴才再给小主松松筋骨。我泪流满面，默默许愿，希望让陛下彻底变德全。皇帝番外，朕自继位以来，朝臣们为了往后宫色人无所不用其极。朕前脚刚出宫门，后脚就能碰见一堆碰瓷的贵女。就算朕待在宫里不出门，他们也能狠心把女儿送进朕宫里做婢女，端茶倒水。夜深人静，朕批完奏折一抬头，端茶盘的婢女衣服都快褪干净了。朕不堪其扰，直接下旨，让愿意往上凑的朝臣们都把女儿送进宫。为了挑离勤政殿近些的宫殿，有钱的秀女豪掷千金，直接充盈了国库。朕看着暗卫递上来的情报，这怎么还有花钱给自己往偏院送的？可无巧不成书，朕抓刺客的时候，脚一歪，栽进了偏得要命的花和院。朕一辈子也忘不掉荔枝亮晶晶的眼神，虽然他以为朕是天降的食物。朕本来想着潇洒点离去，可一阵头晕目眩，朕彻底栽倒在地。院里的婢女像拖死猪一样拖着朕的脚一路扯到了荔枝身边。小姐，是个小太监。朕可是天子啊，过分丢人了。可谁知更丢人的是，朕胸口一阵澎湃，吐了荔枝一身。荔枝看死狗般的瞧着朕，你中毒了，不过好在吃了的剩饭都吐出来。朕不仅丢了人，还吃了别人的剩饭。毕竟他们救了朕的命，知恩图报朕还是懂的，可他俩一张嘴跟朕要诓火计。朕可是天子啊！荔枝看不出朕气度非凡吗？他看不出来。他以为朕是因为家里犯事被送进宫阉了的可怜太监，待着没事，翻墙是在寻机报仇。就连朕拎着替朕死了的暗卫进花和院，荔枝都不多问一句，还一边吐一边帮朕看查暗卫中的是什么毒。有分寸。黎青摆摆手表示，就算是头猪，他家小姐也会帮忙的。黎青说，荔枝8岁的时候没了亲娘，从小就被扔在后院自生自灭，种地养猪手到擒来，从小就不在乎身外之物，除了亲娘送的一把匕首。朕听得心里发酸，那把破匕首给猪一刀，猪都能得7日风。朕翻出了压箱底的玄铁匕首，送给了荔枝。荔枝倒是懂礼尚往来，把他最珍视的匕首送给了朕。可朕再次想错了，荔枝对那把宝石匕首也没多宝贝。因为荔枝用玄铁匕首给猪放血的时候，满脸惊讶道：天底下还有如此快的匕首，以前我受的都是什么罪啊？朕又开始冒酸水，连夜给荔枝扎了个纸鸢。看着荔枝放纸鸢的背影，朕激动的好几夜没合眼，又亲手做了竹蜻蜓、9连环等一堆玩意儿。朕身边的大太监岑金安憋笑看着朕：陛下，您动春心了。朕恍惚了下，喃喃道：朕就是心疼他。岑金安一张老脸笑成菊花：陛下啊，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心疼他的呀。朕瞧着脚上蹬得破烂糟糟的靴子，朕喜欢他。朕正在心里勾勒荔枝给朕缝靴子的模样呢，岑金安没眼色地出声劝道：不过陛下还是小心些，别陷太深。朕的脸瞬间拉了下来，闭嘴，朕自有定夺。更何况本该在黎青碗里的猪天梯一整块摆在朕碗里的时候，朕就知道朕不是一厢情愿。荔枝心里也是有朕的。黎青阴恻恻地盯着朕碗里的肉，咬牙切齿道：又被你小子爽到了是吧？朕开心，朕不说。不过的早些谋划，等朕把宫里的朝臣之女都送出去了，
朕就跟荔枝坦白一切，让她做朕的皇后，愿意在哪种地就在哪种地。朕千算万算没算到荔枝解了禁足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母后赐婚啊！朕的荔枝啊，昨晚还跟朕花前月下，差点亲嘴的荔枝啊！朕心一横，直接不惜跟母后说朕不行，只有荔枝才是治朕病的药。母后咬紧后槽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点了头。等母后眼瞧着荔枝肚子鼓包的时候，变脸比朕还快。就连不服荔枝为后的朝臣都下旨斥责好几个，但母后多余担心了。荔枝把叫嚣不服的朝臣及命妇都召进了宫，手一挥，一人发了把锄头，慷慨激昂，各位人中龙凤们，到诸位辛勤劳作，回报陛下的时候啦。一群人累得苦不堪言，再也不敢参荔枝一句。荔枝亲爹眼瞧他坐稳了后位，不要脸的写信要他给他长兄谋官职，就这也配做爹？朕内心压不住的火气，派出我方大王，曾经安心领神会，事无巨细的把事情禀报给了母后。母后直接带着羽林军冲进荔府，劈头盖脸的骂得荔爹头都抬不起来，顺便还帮荔枝分了家。回宫后依旧觉得气不过，直接改了荔枝的名籍，封了荔枝为安和郡主，主打一个从起点拔高。母后靠着软垫，母仪天下，哀家吃人嘴软，再说也是为了哀家的皇孙。毕竟养了20多年的亲儿子，连老娘都骗，换个新孙子重新养。行了，快去帮荔枝刷猪吧，荔枝有孕愿意闻刚洗完的小猪的味道，你晚上多刷2头。那猪被朕刷的都开始喝去肝火的药了啊！可朕没苦几天，荔枝就心疼朕，不用朕苦兮兮的去刷猪，改跟黎青练铁头功了。说等他俩练成了2头锤早死朕。主要原因是因为朕刷猪的时候没染上洗干净后白白嫩嫩小猪身上的那种味道。朕可是天子啊，身上有小猪味算怎么回事？当晚朕就把丝瓜瓤递给荔枝，来。错。不是喜欢白白嫩嫩小猪的味道吗？朕也行。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